工作不开心，想辞职，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份工作想做什么，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长时间和有这样想法的人接触，真的很能感同身受。这种感觉，痛苦、焦虑、纠结，日复一日的在剥夺自己身上的精力，整天的生活都被一种无力感包围，常常反思自己，批判自我，真的很痛苦。但是千万不要停止思考，不要因为回避痛苦停止思考我到底想做什么。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它也是一个必须在痛苦中才能完成的思考过程。先说说我个人是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的吧。很幸运，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做美术教学，研究美术教育理论。这不是我某天顿悟脑袋里突然蹦出的想法，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它来源于我的童年缺陷。我从6岁就开始学画画，但是那个年代的绘画教学非常的混乱，老师们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学会画画的，所以绝大部分的教学方法都是放羊教学，也就是给你们摆个东西或者一本书，你们自己随便画。而我在长时间研究绘画的过程中，深深地感觉到了混乱无理的绘画教学体系会让人学得莫名其妙。考上大学以后，我就逐渐确定了志向，我要做能让人听得懂、学得会的美术教学。这段求索绘画教学的经历被我写在了自己的文章里。那有些人看完了文章以后就留言说，很羡慕我那么早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其实还有一部分我没有写在我找到这件事之前的人生痛苦。我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的价值，怀疑自己的存在，想要逃避这个社会的压迫，逃避各种责任。在我初3的时候，我整天都在想，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书呢？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生物到底有什么用？我学这些科目仅仅是为了考学校吗？一旦深入的往这其中想，越想就越想不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直接翘课了，不来上学，想要退学。尤其是那个时候我还看到了克里希那穆提的书，他有一段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弄清楚我们想做什么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不但在青少年时代如此，在我们一生中这个问题都存在着。除非你亲自弄清楚什么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否则你会做一些对你没有太大意义的事，你的生命就会变得十分悲惨。正因为你过得很悲惨，你就必须从戏院、酗酒、阅读数不尽的书籍、做社会改革的工作以及其他的事情来让自己分心。你一旦发现真正爱做的事情，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了，然后你就会有能力、信心和主动创造的力量。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真正爱做的是什么，你只好去做人人羡慕的律师、政客或这个那个，于是你就不会有快乐，因为那份职业会变成毁灭你自己以及他人的工具。对于那个时候的我而言，克里希那穆提的文字振聋发聩，并且我绝望地发现，我身边的大人们、长辈们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在用自己不清楚也不想要的东西，把自己纯粹的内心杀死，然后掩埋。我越想越绝望，觉得很难受，几乎快要抑郁。即使时隔很多年再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我仍然能感受到那种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问我自己，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大家要用这样的方式活着呢？在老师、家长、同学的轮番劝说下，在他们声嘶力竭的指责中，在他们恨铁不成钢的绝望眼神里，我看明白了，他们不想和我探讨人生意义，所以我妥协了。在家里痛苦地思考了2个星期以后，我就回到了学校。我无精打采地坐在教室里，看着毫无意义的书，无力感笼罩着我。我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没劲，只觉得这一切很可笑，很荒诞。时间一长，这种情绪积累下来，痛苦变成了麻木。明明是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可是身体里却一点点力气都没有。我自发地觉察到我不能再这样子了。相比于人生没有意义，我更讨厌自己浑身无力的颓废的样子。所以我决定继续做一个斗士。既然我不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也不了解为什么自己这么难受，那就好好的来了解一下人到底是种什么东西吧，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所以我开始看心理学的书，
从最开始简单的入门书籍，到后面逐渐的开始看专业论文，我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里了解到，人的任何想法行为背后都有动机，哪怕是非常荒诞的想法，比如梦。看这本书的感觉就像看弗洛伊德破案一样的去分析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挺有意思的。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的看下去，看完了弗洛伊德，再看阿德勒、霍尼、弗洛姆，逐步的了解了整个精神分析学派，尤其是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让我更加深刻的意识到了人的思想是如何被社会给塑造的。我们以为自己很想要的东西，可能都是别人给我们的。看完了精神分析学派，再去看行为主义，他们把人当成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偏激地认为控制行为就可以控制心理反应。看看华生的名言，给我一打婴儿，我能够让他变成任何你想要的人。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一种自信还是一种狂妄。接着往下看，我就看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了解到了罗杰斯，这可真是一个伟大的心理治疗家。他第一次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什么叫做无条件的认可。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所受到的关注和爱都是有代价的。我们考试考得好，爸爸妈妈就觉得你是一个乖孩子，亲戚长辈也会口口相传。所以很多好孩子心里其实非常的害怕，他害怕让家长失望，害怕自己一旦考得不好，爸爸妈妈就不爱我了。这就是有条件的爱，说到底本质上是一种交易。但是罗杰斯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叫无条件的爱。他告诉我不要去试图改变别人，而是先全心全意地尊重别人。这种尊重别人的过程就是倾听，无条件地认可咨询者说的每一句话。当一个人被爱和尊重包围的时候，他就会放下自己的一切防备，开始真正的去打开自己，认知自己。因为他终于知道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是完全相信自己的，他不再需要任何戒备，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缺陷暴露出来会被嘲笑。等到我看完罗杰斯的书，我也差不多高中毕业了，真好。在我人生最迷茫的时间，我遇到了这些心理学家，这些书都在我的书架上。很多时候回到我小时候的家里，再去翻这些书的时候，我都佩服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么枯燥的表述，我居然看得那么津津有味。在与这些心理学著作交流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反思我自己，我的注意力也从一开始怨天尤人的无力感，慢慢地回到了对自我认知的探索上。所以我的高中生涯除了画画，其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学心理学。当我有了新的认知、新的体系以后，再来看人生意义和社会问题，我的心态宽容了很多。我开始明白，人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性动物，每一个人是被自我和社会反复书写的一本故事集。不同的初始条件和成长经历会造就各种各样的人，因此我不再偏激地把所有不追求人生意义的人放到对立面，那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开始被我放下了。我不需要通过否定他们来抬升自己，这种虚荣心也不需要了。了解人的过程，也就是了解我自己的过程。我不再执着于某一个瞬间的我相信自己是会改变成长的，因此也不再那么害怕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了，因为那也只是现在的我不喜欢。我也不再那么恐慌这个事情背后是不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那也只是现在的我看不到背后的意义。后来自己创办绘画教育公司学习管理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当初在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这种看待自我的方式叫做成长型思维，而与成长型思维对立的就是固定型思维。我觉得用一张表格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两种思维的人在生活里常见的区别，大家可以暂停观看一下。高中毕业时，其实我都还没有确定我一定要做什么，我自然而然地考上美院学设计。虽然我并不是很喜欢设计，但我非常喜欢设计教给我的知识。设计师的本质和产品经理很像，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过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做美术教育的不是设计，而是在我读大二的时候，响应学校的要求，去北京回龙观地区的一个社区小学里做儿童绘画教学的志愿者。每周六从上午7点开始坐车出发，晚上9点回来。其实我只教2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在车上，让我发现自己还蛮开心的，不觉得这个过程很辛苦。对我而言，其实当时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做教学，比如去考前班代课，可以开出1万的月薪，
对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我诱惑很大，我的确也去了，但是教着教着就发现我真的不喜欢为了考试去教画画。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明白了，我喜欢做教学，研究教学的方法，喜欢教别人如何来画画，喜欢看到他们恍然大悟，终于懂了的感觉。这个事情不管赚钱不赚钱，我做起来都会很开心。这个事情不管结果是否美好，只要去做，我就会很开心。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也请大家问一问自己，如果大家现在有一件想做的事情，你想想是否也符合我刚才说的那2个条件呢？如果我们只是因为不想做自己现在的事情才去做别的事情的话，这个想法不会帮助我们成长的，因为这个做法的动机就是在逃避。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逃避而做出来的决定只能带来更糟糕的结果。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海斯，我个人认为是人本主义学派继罗杰斯之后当代活着的最伟大的心理治疗师。他非常深刻地分析了逃避的形成机制和作用。他说，心理痛苦本来就是正常的，试图逃避或者控制痛苦才是各种人生问题的源头。仔细想一想，我们从小到大都这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都是为了逃避痛苦。读什么兴趣班，补什么课，选什么专业，都是爸爸妈妈说了算，主动权好像一直不在自己手上。上了大学呢，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主动权，反而不会选择了。到了工作里还是这样。仔细想想，现在这个工作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妥协了？逃避只会让我们回避自己真正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工作不顺利，觉得周围的人都不理解自己，觉得工作环境勾心斗角，不否认某些公司客观存在这些环境问题。但是当我们选择离开公司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究竟因为哪些能力不足才无法适应这个环境呢？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自身情绪管理能力不足才是导致我们想要离开公司的主要原因，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去学习提升这样的能力？如果回避了这个问题，即使再换一个环境，我们仍然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管是提升自己的能力，还是换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环境，这里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的不足，并且冷静地分析了我想要离开公司是由于自己能力所致，还是由于外部原因所致。如果什么都没想清楚，就是觉得不爽才想离开，这其实就是在逃避问题。逃避当然不是毫无用处，它会使我们心灵得到暂时的安慰，但却会把问题积累起来。逃避的越多越久，问题就积累的越大越深，直到最后一根稻草来临，我们就会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这一切。就这样结束吗？不甘心吧？怎么能够就这样结束了呢？所以我们得沉住气，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一起来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累、很辛苦、很不容易的过程，不过这并不是毫无目的的过程。我的成长经历和我的学习告诉我，想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关键线索就是童年。还记得我前面说的我为什么要做美术教学的原因吗？一直以来我所接受的美术教育都是混乱无序的，不讲道理，靠感觉的。所以我希望我的教育方法能够让大家觉得绘画背后是理性的，有迹可循的。这件事情就是在帮助别人学习画画，同时也是在帮助我自己填补童年遗憾。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自己的童年。我就是那个一直在治愈自己童年的人，不过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了。我对于童年的认知也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认知，反反复复分析自己越久，对于这个童年的认知就越客观。童年时混乱的美术教育对我而言是一种磨难，但也是一种机遇。这个初始的混乱逐渐成就了我现在想要做这个事情的决心。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那很可能你还没有清晰地认知自己的过去。我推荐阿德勒在《超越自卑》里使用的这个方法，准备好一张纸和一支笔，开始回忆自己的人生，从你能有记忆的时候开始，一般是3岁以后，一直回忆到你的青少年时代。按照顺序，每一个年龄段都写下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也曾经让很多同学和朋友写过这个，根据我的经验，一般写着写着就知道自己的童年遗憾或者缺陷大概是什么了。这就是你的人生痛点，但是解决痛点的方案是需要自己不断尝试才能确定的。在尝试解决方案的过程中，你也会对自己的痛点认知越来越清晰。所以童年只是一个发动机，
真正决定最后结果的是你人生中的无数次选择，不管多少次选择，只有正视问题、提升自我认知的选择，才是让自己成长的选择。在互联网上跟我学画画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成年人，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上着996的班，但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发现自己喜欢的是画画。所以总有部分学生来问我，维维老师，我不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以后想做插画师，我现在开始还有可能吗？我通常不会给肯定答复，我会鼓励他们先踏出第一步，先尝试自学或者跟班学一下，因为你只有开始尝试，你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你是不是很有激情，这一点很重要。只有废寝忘食画画，经常来问老师的那部分学生，我才会在他们毕业的时候回答他们当初的那个困惑。我会说，你们是可以成为专业的插画师的，因为你们在这么疲惫的工作情况下还要做这个事情，这就已经说明做这个事情本身就很开心了。有一些刚开始说想要成为职业画家的，慢慢的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是很适合，但是这个过程只有自己探索了才能知道，别人是无法给你答案的。作为老师，我能做的是，一旦发现你喜欢这件事情，我会尽可能的鼓励你、支持你，因为我相信对于你而言，绘画是对你生命最大的解救。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你都会获得人生的主动感，你会真正的喜欢上自己。不过友情提醒，一旦你找到了，要用冷静的方式去拥抱它，把喜欢上升到热爱。